繼債可敵國嘅恒大爆煲之後，今次佢哋特別留意嘅係有機會步佢後塵嘅另一個地產巨頭碧桂園。今年嘅上半年，碧桂園仲係中國地產界入面銷售面積第一嘅地產公司，而家突然面臨資金鏈斷裂、債務違約，有啲網民就形容啦，今次真係碧桂園。呢一間同香港人都有啲淵源嘅中國地產巨頭，而家面對緊乜嘢境況？婉言碧江，人間天堂。一河兩岸，山水之間，煌煌百億經濟規劃。3個大型豪華會所，盡可令生活多姿多彩，令你充分感受悠遊自在嘅度假式生活。全部係獨立式別墅，連豪華裝修、家私電器，花園洋房只售18萬幾起，買樓梗係要買好嘅樓盤啦。碧桂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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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你一個五星級嘅家。1992年喺中國廣東起家嘅碧桂園，係主權移交之前香港人最熟悉嘅中國地產商。廣東省嘅地產項目銳意要俾香港人5星級的家。當時有外國國籍，甚至有移民計劃嘅香港藝人都會北上幫佢哋代言。受惠於中國嘅經濟改革，呢一間由基層地盤工人創辦嘅小型地產公司，12年間開拓全國地產市場。2005年成為全國經營收入最多嘅地產商。2007年，碧桂園喺香港聯交所主板掛牌上市，企業投資者仲包括恒基、新世界等香港地產商。碧桂園自此走上中國地產龍頭之路。當日創辦人楊國強亦都將市值超過95億港元嘅碧桂園70%股權送俾25歲嘅女楊惠妍，令佢即時成為中國女首富，亦係當時國際財金界嘅熱話。2014年，碧桂園更加衝出中國，涉足馬來西亞市場，開發森林城市項目，亦都銳意利用中國嘅一帶一路主張，擴展地產事業版圖。但係近2年形勢逆轉，陸續有國際媒體形容馬來西亞嘅發展項目係全世界最冇用嘅大白象。原本想70萬人住，但開工8年之後得2000人，成為鬼城。世界3大信貸評級機構亦都陸續向碧桂園投不信任票。舊年年中開始，惠譽國際將碧桂園嘅3類評級下調至 BB 減，標準普爾全球評級亦都將碧桂園長期發行人信用評級由 BB 下調至 B 加。其後碧桂園宣布退出標準普爾嘅信用評級，穆迪亦都下調咗佢哋嘅不同評級。穆迪有21個評級級別 ，BA 級打後嘅係非投資級評級，俗稱垃圾級。太子女楊惠妍上年年頭仲係亞洲首富，遠遠拋離其他人，但7個月之內佢身家蒸發一半，去到今個月已經冇咗超過80%。碧桂園2022年嘅業績表現亦都由盈轉虧。太子女今年3月全權接掌碧桂園之後，第一次公開露面，就係宣布公司舊年蝕咗超過60億元人民幣。當時佢為碧桂園嘅管理打強心針。從一個就是不起眼的公司剛上市沒多久，做到行業第一，足以看到其實我們的核心管理層給公司帶來的，除了他們的專業水平，還有就是這種運營能力。但市場逐漸睇到端倪，截至舊年年底，碧桂園嘅總負債已經有大約1940億美元。上個月，楊惠妍突然捐贈集團旗下嘅碧桂園服務嘅20%股權俾家族基金會。執行董事李長江亦都減持套現超過2800萬港元。去到今個月8號，碧桂園被揭發冇俾2筆到期嘅債券利息，加埋有超過2250萬美元。當日香港股價下跌14.4%，創下舊年12月以嚟最大單日跌幅。2日之後，碧桂園發盈警，話估計今年上半年會蝕450億至到550億元人民幣，仲喺公告中承認面對成立以嚟最大困難，列出多項自救措施。之後，楊惠妍聯合總裁莫斌發表致歉信，題目係化危機為生機，
鍛造更健康的碧桂園。信中提到，自從2021年地產行業大調整之後，面對大考，話自己睇到眼前情況非常內疚。中國官方對呢一間模範企業嘅狀況就保持低調。10日以嚟，只有國家統計局咁樣回應過。目前呢，這個房地產市場呢，總體上處於這個調整階段啊，部分房企經營上遇到一定的困難，特別是一些龍頭房企啊，債務風險有所暴露，影響市場預期。但要看到這些問題是階段性的，隨着市場調整機制逐步發揮作用，房地產政策市場的政策的調整優化，房企的風險有望逐步得到化解。Bloomberg 統計過，如果將碧桂園所有貨幣嘅債券加晒，碧桂園今年之內仲有價值超過20億美元嘅債息係必須俾。綜合國際媒體嘅形容，碧桂園嘅股價因為市場對佢冇信心，今年以嚟已經跌咗58%。要明白過去呢10多20年咧，中國樓價咧係點樣起飛嘅？因為個模式咧，其實主要係即係靠債務支撐咯。咁點做咧？發展商佢可能佢攞住10蚊雞，跟住就買塊地啦。然後佢可能攞塊地已經係即係馬上就可以賣樓花啦。然後佢又攞翻呢個 project 同埋呢個樓花佢收到嚟嘅錢啊，即係預繳費用啊各樣嘢，咁佢就可以即刻就動用去再投資新嘅地。咁個遊戲嘅玩法就係話，佢投資呢塊新嘅地，佢個價咧一定咧係會必高過佢之前嗰幅嘅。我必高呢幅地，咁我之前嗰幅地嗰個 project 嘅價值咪又拉高咯。咁我可以向銀行抵押到嘅錢亦都會更高咯。由於你必嘅地價一路升，咁於是你坐住嘅資產咪要一路升，咁你可以向銀行借到嘅錢咪會一路多咯。你可以向銀行借到嘅錢一路多，你又可以變到更加貴嘅地，即係個樓價又更加升，因為大家覺得哇樓價升緊啊，我要買啊咁樣。呢啲地價相當部分啦，就係其實入咗地方政府嘅袋啦。咁地方政府就用呢個嚟到發展，即係城鎮發展啊，公共設施嘅興建啊。咁啊去到嘅情況係賣地收入係佔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嘅相當重要一部分咯。咁地方政府亦都會即係好樂意去配合呢一個發展商呢一個槓桿策略啊。其中嘅核心就係話樓花我好快會批出嚟俾你賣，可能即係你逼到地冇耐我就批俾你買樓花啦。地方政府啦、發展商啦，同埋呢個銀行，咁就係呢個3個 party 一齊做嘅一個我哋叫做 capital mill， 即係一個循環啦。其實呢個一個印錢機器咁樣，咁啊會令到中國嘅樓價不斷咁樣上升咯。咁但係個問題係去到2021年，政府就覺得要改變呢樣嘢。2021年，中國地產界大調整，北京宣布緊跟房住不炒基調，要全面整改地產行業，引導地產商控負債、降槓桿。推出嘅多項政策，包括針對房地產融資嘅3條紅線，同監管個人信貸嘅5檔管理等。呢啲政策令中國喺2021年平均每一日都有1間地產公司破產。雖然呢啲措施之後不斷調整，但係阻止唔到地產巨企都爆煲。限制咗銀行到底你可以借俾發展商借幾多，有定咗個比例啦。亦都限咗發展商咧，你要滿足3個指數，即係我哋叫3條紅線，你先至可以再借到新嘅錢。銀行一睇就哇，即係認真收水喎，即係阿爺認真收水，銀行梗係收得仲快過你啦。咁銀行一收，咁跟住嗰啲地產商開始咪斷纜咯，5個蓋冚10個煲。咁你中間呢啲一冧落嚟，即係銀行啊唔放新嘅債俾你啦，跟住地方政府又即係管住晒你而家嘅錢啦。咁你咪斷咗纜咯？點解恒大爆？因為恒大咧係玩呢個槓桿遊戲咧，去到極致嘅，已經係即係發警啊！即係我哋呢啲做咁耐財經記者，你見到嗰啲就哇，你咁都得咁樣，3個蓋冚緊10個桶咁樣，咁一冧就梗係佢冧先啦。咁然後恒大冧咗，所有人砰砰聲就梗係收水啊！跟住你咪見到個骨牌效應一路冧落嚟。咁碧桂園咧點解咁特別咧？呢個骨牌下邊咧，其實係少數幾間地產商咧係叫做未冧嘅，佢都有攞到好多政策嘅嚇。
咁亦都可以發到一啲內地嘅債啦。咁似乎咧又唔係咁惡劣喎，即係佢一路都仲做得到，其實係假象啦。一度大家覺得，包括好多即係國際媒體啦，咁都話啊，中國嘅即係樓市復甦啦咁。咁但係最結果咧，其實去到4月嘅時候咧，就已經睇到係唔係咯，因為其實4月已經開始插落嚟啦。咁而且嗰個插水幅度，我講嘅樓宇銷售額嘅係越插越深咯。咁去到7月咧，係講緊插咗30%，即係當你嘅收入得翻一半都冇嘅狀況之下，要去還一個超高嘅槓桿，咁最後碧桂園都頂唔順啦嚇。碧桂園俾唔到債券利息，成為咗國際緊貼嘅新聞。有人形容會係促成2008年國際金融海嘯嘅雷曼翻版。有人比較碧桂園同恒大財務危機嘅規模，唔少媒體就詳細拆解碧桂園嘅國際投資者名單，有貝萊德、匯豐銀行、安聯、富達、瑞銀、摩根大通、德意志銀行等等。但任美晶認為，碧桂園面對嘅危機唔會波及中國以外嘅市場。即係老實講啦，即係對於一個全國最大嘅一個地產商嚟講，2200幾萬美金係俾得起嘅。即係內地媒體都有引述佢一啲都係即係接近管理層嘅人咧，就講咧俾得到。但係個問題就係我而家俾咗，咁點先跟住落嚟？因為我跟住嚟緊仲有大量嘅債要還啦。咁但係房地產商咧，其實佢而家有一個優先處理嘅嘢。今次嗰個樓市嘅冰河期咧，個新嘅現象就係喺舊年嘅時候，啲小業主就發起咗樣嘢，你爛尾，我就唔再供 mortgage 啦。即係我唔再供抵押啦，一個房地產嘅問題就變成金融問題啦嘛，變成金融問題就非同小可啊！即係而家中國政府咁強調咧金融安全，咁於是就要夾住啲房地產商，就係我唔理你死，保交樓，你一定要起啲樓出嚟。呢一個指令係相當有效嘅。佢哋都會將個保交樓係擺喺頭一樣，咁喺碧桂園嘅情況，即係睇落都係咯。我唔係米缸冇晒米，但係我一定要，即係我而家係保交樓啊嘛。咁我有一粒米，我都係用咗嚟保交樓咯。咁你還錢，尤其是係境外嘅錢，呢樣嘢就即係可以係咯，要犧牲咯。所以就會出現咗我哋見到8月頭嗰個決定就係佢唔還一個境外嘅債息。但係佢回購咗境內嘅一筆到期嘅債咯，同埋佢都有糧出咯，即係你就睇到嗰個分別，即係境外唔還住啦咁，但係其他境內嘅嘢佢就要處理咗佢。如果你喺個即係國際 level，即係一個國際投資機構，佢會買內地嘅啲高息債，咁佢俾緊10幾個% 㗎嘛，過去幾年。咁我個資金成本可能1都甚至低過1，咁我每年坐喺度收10幾。因為大家好清楚㗎，嗰啲係有風險㗎嘛，所以嗰啲係豉油嚟嘅，嗰個唔係我唔會靠嗰個開飯啊。咁個豉油輸，咪輸晒碟豉油咯，唔係一個傳遞反應，係會令到有國際投資機構因為咁樣而崩盤。咁但係嗰個影響咧，其實我會講係真係會大過恒大好多嘅，佢係少數。係攞到我哋即係行內所謂叫做一份乾淨嘅財務報表啊！呢一份財務報表咧係今年3月出㗎嘛，跟住你8月你還唔到錢，原來5個月都可以出事㗎喎，即係你嚟緊嘅融資，尤其是係即係境外融資更加困難，即係基本上接近不可能。碧桂園嘅爆煲同恒大爆煲有咩唔同咧？就係碧桂園嘅爆煲係發生喺北京已經出咗一系列嘅支持政策，佢哋叫做3支箭。喺舊年12月嘅時候，一系列嘅支持政策係振興樓市噶嘛，裏邊包括鼓勵啲銀行借錢俾房企啦，亦都經過好多唔同嘅渠道提供唔同嘅資金俾啲房企啦。碧桂園喺咁樣嘅局面之下冧嘅。如果係對國際投資者嚟講咧，碧桂園事件嘅影響咧，並唔係在於即係佢哋會輸幾多股票或者輸幾多債，而係更加大嘅影響係在於佢哋睇到中國政府佢嘅一啲政策咧，喺執行上唔再係好似以前咁樣
支旗一舉起，大家就會跟嚟到做㗎啦，咁樣即係唔係咯嚇？因為你睇到既然碧桂園係為支持㗎嘛，頭部企業啊嘛，但係結果都係唔掂嘅話，即係國際投資者係會重新思考，亦都由此即係引申咁中國經濟嗰個復甦係唔係即係咪會咁快出現呢？咁香港嘅恒指季度檢討結果喺8月18號香港時間夜晚出爐，市值蒸發咗2000億，現時市值得返210億港元嘅碧桂園，9月4號起被剔出藍籌股。而差唔多時間，一早身陷債務危機嘅中國恒大向美國曼哈頓破產法院申請破產保護，以防喺境外債務重組期間有債權人喺美國入稟訴訟或者扣押資產。